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握拳后侧边有这条线，今生财运能够旺到爆。我们的手每天都会动来动去，有时候也会不时地握成各种拳头的样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握拳以后，手的侧边会挤在一起，出现几条线，而这也蕴含着一定的自身命运象征。不同的线有着不同的命，今天小酱汁就给大家讲讲，看看你是什么命吧。一、握拳后侧面有几条线看命运。一条线，聪明敦厚，为人善良，意志坚定，他们命中带财，然而早年的时候多有磨难，运势开拓比较迟，一般到中年以后才开始走运。这时候不仅有正财收入，更有横财进账。这样的性格善良和顺，比较外向，同时不喜欢和别人争夺，淡泊名利，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平安顺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财富也被不断的积累，注定富贵殷实。事业开始转好，顺顺利利，财旺家旺，一家人其乐融融，有福分，生活惬意，晚年更是轻松舒适，绵延长寿。两条线，一般富于正义感，讲义气，重人情道义，做事全力以赴，豪爽勇敢，见义勇为，谨慎小心，守本分谦虚，忠心，生性淳朴正直，诚实友善，为人忠实可靠，富同情心，个性坦白无心机，直觉锐利，为人忠诚，颇爱主持公道，很受人尊敬，个性勤勉敬业，具有大智大望，行动敏捷，头脑聪明，反应快，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平安顺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财富也被不断的积累，注定一生宝贵殷实。三条线，命中注定的财气是很旺盛的，他们气质气宇轩昂，为人大度有范儿，为人大方豁达，心中宽阔，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非常事业创业，往往有白手起家的机会，身边的贵人多得数也数不清，注定如鱼得水，财源广进。只要是原则之内的事情，就绝对不会讨价还价，活得既风光又坦荡。财运会在他们30岁后，一年比一年亨通，财库比任何人都要丰容，开创独有产业，发大财。四条线，天生富贵，命里藏财，有财神和菩萨庇佑，一生贵人运强劲，事来旺盛，在工作上能够如鱼得水，步步高升。他们一生运势高涨，财源滚滚，在中年之后会迎来事业的高峰，事业有成，财源力大，还会有横财天降，大富大贵，生活无忧，锦衣玉食。他们与人坦诚相待，非常真诚，只要你愿意和他们相处，他们肯定会付出自己的真心，非常重视友情。这样好人品的人，一辈子机遇比别人多几倍。福禄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人生理想是必然的事儿。握拳姿势看命运。握拳时拇指放在最上方，这种人大多非常的有远见，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行事作风也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目标感非常的强，从来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记自己的理想。凡事都喜欢规划的有条有理，有胆有识，敢闯敢干，行事稳健又不缺冒险精神，时刻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处事冷静而理性，做事踏实努力，不喜欢投机取巧，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会非常的不错，命中注定是个富贵之人。握拳时拇指藏在拳心里。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一般祖运不佳，出生比较平凡，在事业方面缺少非常好的资源和人脉，家里也不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
不过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努力，也很有才华，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的奋斗而获得不错的收入和生活。虽然前半生过得比较辛苦，但是通过奋斗，后半生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富裕。3. 握拳时拇指放在侧面。拥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做事非常的努力，虽然开始时运气不太好，生活会比较拮据一点，会短暂的穷一段时间，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事业也会慢慢开始好转，赚钱也会越来越轻松。不过这种人虽然挣的比较多，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经常都会觉得钱比较紧张，不太够花，但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会变得富起来，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底。4. 握拳时拇指向上翘。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命格都比较的中庸，一生既不会太富也不会太穷，属于我们之中的大多平凡人的类型。这种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的乐观豁达，也没有什么野心，喜欢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都非常的在乎和用心，也舍得投入时间和金钱，也很会照顾和体贴关心人，懂得照顾身边人的感受，人际关系较好，能够受到身边人的好评。不过如果想要有好的发展的话，一定要努力尝试去挑战一些新鲜的事情。那么除了握拳以外，那么手相还有哪些特征是富贵手呢？接着往下看。1. 手如干姜，家道必昌。有些人解释手就像干瘪的老姜，告诉大家这句话关于描述财运短句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解释，手如干姜主要说的是手的握力，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在人体里，《黄帝内经》云，肝变动在握，出生的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肝为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就像一位大将军，注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的能力。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有勇气，敢闯敢拼，富于冒险精神，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难的韧性。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和他握手的时候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2. 发达的财纹。假如手掌中的纹路相互交错，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便称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钱财，很容易大富大贵。3.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颜色明润的话，其人赚钱能力很强，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够存得住钱，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4. 理财纹伸长。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叫做理财纹。理财纹长得伸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无论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还是自己投资理财，都会赚取很多财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5.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的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6. 手心有洼。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劳付出，宫地狱。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反而付出其湿，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这是一处火穴，
火在人体主心，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劳工学家的人前途光明，心地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在集体当中，劳工学代表大领导，劳工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那么什么样的劳工学好呢？就是手心要凹陷，凹陷的手心劳工学最发达，而突出的劳工学力量最薄弱。手心如果突出，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很难遇到机遇，没有贵人提拔，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7. 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充满干劲儿，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8. 大拇指第2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累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9.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各不相同，所以其命运也不相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富贵手，那么也不要灰心，只要乐观向上，那么也可以有自己的福气。好了，大家好，我是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手上7大富贵纹，不论男女，财运亨通，走大运。手掌上有一些特殊的纹路，代表着你的财运趋势。小编为大家整理了7种手相中的富贵纹路特征，接下来具体为大家讲一下。祖臂纹位于月丘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是一个充满正义感和直性子的人，而且非常重视家庭和朋友之间的感情，深得家人和挚友的信赖。最重要的是容易得长辈大人的庇佑，继承祖业而发财。也就是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数都是富二代。成功线清晰伸长，在手相中，成功线又被称之为太阳线，从手腕处一直向上延伸到无名指的根部，主管一个人的财运大小等。若是此条线清晰伸长，则这样的人必定会拥有不少的财富，头脑聪明灵活，有贵人相助，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只要能够抓住良机，注定能够大富大贵，在事业上获得更大的发展才能，非常有可能成为富翁。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一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手掌有痣的人一般属于吉祥的痣，代表智且富裕，人也聪明伶俐，有主见和远见，
善于谋略和规划。这类人最适合做生意或者投资，对外开发财源，能发展财富和事业，会财力亨通。玉桂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前弓处，玉桂纹起于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说明你在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交际，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帮扶，尤其是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行业，必定发财无疑。在手掌中的财库，就是指手中的生命线与感情线互相交错形成的四边形与三角形样式的密闭的空间。财库越大，则代表此人拥有财富的能力也会越大，而且注定会成为有钱人。但是此处的四边形若是有缝隙，或者是开口，则这样的人天生不聚财，容易散财，有家业也存不住。星形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水星丘处，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头脑聪明，综合能力佳，能举一反三，而且也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同时也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想子女之福。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好鼻子、财运旺、大富大贵的5种鼻相，命入富贵，一生多金不愁没钱。看看有没有你。鼻子在面相中代表着财帛宫，面相中有句话说7尺之身不如1尺之面，1尺之面不如1尺之面，不如3寸之鼻，3寸之鼻不如1点之心。可见鼻子在整个面相的重要程度。通过观察鼻梁的高低、鼻子的长短、鼻翼的肥瘦、鼻子的大小、鼻子的色泽等，可以非常精确地分析出一个人的财运来。认清楚这常见的鼻相，你就明白鼻子不一样，富贵财运的真可是千差万别。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6种中年财运好的鼻子面相。1. 希腊鼻。希腊鼻是比较完美的鼻型。希腊鼻的特点是鼻梁比较高，鼻头微微上翘，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认真，不畏困难，坚持到底的精神，并且性格开朗，能把心里的事情与朋友分享，没有私见，且能够忍辱负重。这样鼻型的人因为努力乐观而能够发财。2. 悬胆鼻。第2种鼻子叫悬胆鼻，这亦是天生富贵之相。它的尤其之处在于鼻头生得很丰隆圆大，山根略窄，活像一个悬吊着的猪胆一样，因此也有人叫这种鼻子猪胆鼻。这类人多数先贫后富，先苦后甜的，幸而他的人际关系良好，故而踏入中年运便会发迹，开始积聚财富。讲到他的金钱运绝非不劳而获，往往是要经过一番努力艰辛开拓之后才得到收获，而他那老实正直的性格恰是他财富的根源，成功的方程式。3. 牛鼻。第3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牛鼻。鼻子声势很大的人通常自信心亦很大，而且够魄力，而牛鼻就是其中大鼻子的代表者了。而此鼻之特色在于鼻头和鼻子连在一起，生得大大的，鼻孔完全不外露，此人日后必定能够富甲一方，但这也绝非轻易得来的，同样是需要经过默默耕耘才能够获得成果。4. 犹太鼻。第4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犹太鼻，这种鼻子的人是个做生意的天才，外形生得非常特殊，鼻梁高，鼻子又大又勾，恰似外国人的大鼻子。他们很懂得赚钱，而且手段高明，更有点侵略性，支配欲十分强烈，喜欢控制一切事物，因而他的行为也会倾向于自私自利的一面。5.
冠顶鼻。第5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冠顶鼻，又名伏羲鼻。这种鼻子除了外形特殊、鼻梁挺直和有肉外，最重要的是山根比一般人都高隆，威风凛凛，纵贯上额。有这种鼻子的人不但大富，还会大贵，身居高位而操大权，所做的都是大事情。6. 狮子鼻。狮子鼻的特点是鼻翼很有力，鼻翼比较大，鼻头偏硬，而鼻梁不一定高。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能够独当一面，并且善于采纳他人的建议，积极维护市场与客户，注重人缘，心胸开阔，并且做事魄力足。这样鼻型的人因为人家关系好，有担当，所以导致发财。2. 9种中年财运不好的鼻子面相。1. 山根折断的人。山根这个部位在面相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位置，位于鼻梁最上端的起始部位，在两眼中间。如果这个部位过于凹陷，像是断了一般，则是命极其不好之象。首先，山根这个部位是面相中夫妻座位置所在，这个部位凹陷的人，婚姻必定会常出现不和等问题，十有八九会出现离婚的情况。这个位置除了是家庭破败的厄运，这种人疑心重，心机深，一生当中非但几乎没有贵人运出现，而且还会常遭小人破坏，一生奔波劳碌，婚姻和财运都是非常差的表现。2. 短鼻子的人。面相中什么是鼻子短？是指从外形大小与整个脸型大小相比，鼻子占比相对比较短的鼻子。鼻子在面相中就是代表一个人钱财所在，是12相宫中的财帛宫。鼻子短的人财运差，不适合创业，只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性格上，这样的人没能力，还比较高傲，总是拥有谜一样的自信，做事非常容易冲动，虽然行动能力强，但是大多都是无用功。鼻子位于面相中庭部位，短鼻子这种鼻相的人中年运势不佳，易惹祸端破财。3. 鼻梁扁低的人。这种鼻子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叫做他鼻子。拥有这种鼻相的人缺乏自信，一生劳碌的表现。他鼻子的男人事业心差，男人的鼻子是他们一生中事业财运的主要面相体现。鼻子扁平，鼻梁低成他鼻子状，这样的男人事业易遇到波折，是自身能力不足的表现。如果女人拥有这样的鼻相，则主要代表丈夫不够优秀。自古至今，女人的鼻子是夫星所在，这样鼻相的女人大多会嫁给一个无所事事的丈夫。如果嫁给一个事业发展不错的男人，在婚后丈夫的事业常常会出现破败的情况，是克夫之相。4. 鼻梁不正的人。鼻子挺直很重要，如果鼻子不挺直，那这个人的心里就不容易平衡。鼻梁不正也叫歪鼻，鼻梁不正就是心术不正，喜欢诈骗，做事不爱循正轨，自以为是，欺诈他人。另外，鼻梁有结者，容易记仇，有点神经质，容易疑神疑鬼，脾气也倔强，别人的意见很难听进去。5. 鲫鱼鼻。在面相中，所谓的鲫鱼鼻就是指山根尖细，鼻梁干瘦，中间会有略微的隆起，鼻头尖尖向下。一般有此鼻相的人没有上进心，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是抱着一副得过且过的心态，只要自己吃饱，不会在乎家人的温饱。婚姻生活不美，常有矛盾发生，就连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没啥的成就，让人瞧不起。6. 剑锋鼻。所谓的剑锋鼻，就是指鼻梁尖削无肉，能够很清楚地看得到骨头，鼻燥外露，看得到鼻孔。一般有此面相的人，为人尖酸刻薄，对朋友会非常的冷淡，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一生劳碌奔波，没有大的成就。男人有此面相，财运受阻，容易克妻伤财运；而女人有此面相，克夫压制丈夫，抬不起头。这样的人，无论有钱没有钱都不幸福。7.
狗鼻，在面相中，所谓的狗鼻就是指年上、瘦上高耸，准头、兰台、庭位低陷，鼻尖中间有一凹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塌鼻梁。一般有此面相特征的人，赚钱没有气势，经济上不会怎么富裕，凡事都会算计得比较精明，一点的亏也不肯吃。但是为人小心谨慎，一肯有大的举动，一辈子浑浑噩噩，成不了大气候。8. 结筒鼻。所谓的结筒鼻，就是指鼻子像是一斜劈的竹筒扣在脸上，准头端正不偏不斜，山根略低，年上瘦上丰满，鼻梁端正圆直。而有此面相的鼻子，做事有魄力，有野心，雷厉风行，有大度量。一般有此面相的人，生活上具有非常强的忍耐力，能够保证赚大钱、生大财、财运滚滚。但是这样的人看财过重，容易做出偏激的事情，连累家人。9. 蒜头鼻。所谓的蒜头鼻，就是指鼻梁低窄，山根平小，鼻头很大，肉比较丰满，鼻翼轮廓线明显，鼻准两翼这3处差不多一样大小，形如蒜头状。一般有此面相特征的人，物质欲望比较强，赚钱的能力不强，比较难存住钱，赚得多花得多。若是女人有此面相，容易嫁给穷人，境遇较差。所谓3寸之鼻不如1点之心，相由心生，祸福相依。一个人的相格是会随着人心的改变而改变的。心怀善念之人必生善相，心怀邪念之人必生恶相。所以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富贵了，却富而骄奢，结果一无所有，这就是心念在作怪的缘故。而至于那些生活贫穷却又贫而多鬼的人，相格便是下下之相了。所以说，要做人先造心，便是这个道理。好了，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鼻相看财运。鼻子在我们的脸部有很重要的地位，表示一个人的自尊、能力的高低、个性的强弱、社会地位的高低和人生运势的高低。我们常说贵气看眼，财富看鼻，毕竟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相术的。鼻子和我们的运势息息相关。那从面相角度分析，有福气的鼻相长什么样，不吉的鼻相又有哪些呢？下面和小酱汁一起看看吧。5种发财鼻。隆鼻。隆鼻就是山根都是高耸的，鼻子又是很圆隆，不会露出鼻孔。有隆鼻的人，他们一般都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智慧上更加是人上人。这鼻相的人有很多的才能，还是一个财运满满的人。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部位，更是合理。那么这面相的人事业会更加的顺风，一生的贵人都是会帮助到自己，一生都是可以享尽富贵人生了。虎羊鼻。所谓的虎羊鼻，就是指鼻子很大且端正，鼻翼的肉清晰分明，法令纹清晰秀美。而在面相中有此鼻相的人，个人的出生条件非常的不错，中晚年的运势比较发达，身边少不了赚钱的门路，自己肯努力肯上进，只要是能抓住机会，日后就一定能够大富大贵，得到非常不错的发展。结筒鼻。所谓的结筒鼻，就是指鼻子直如结筒，山根平阔，鼻翼宽厚有肉，鼻孔圆不漏孔。从侧面看，鼻子整齐有势，而一般有这样鼻相的人，天生就是经商的材料，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做事灵活圆通，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强，思维比较活跃，早晚能赚大钱，得到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日子过得富足惬意。狮子鼻。所谓的狮子鼻，就是指鼻子脊梁较细，鼻子或长或短，但鼻子准头特大。而一般有这样面相的人，投资理财的能力比较强，头脑反应快，能快速的接受新鲜的事物，赚取巧钱快钱，而且能存财聚财，往往拥有大富大贵的鼻相。许多成功人士都拥有这样的鼻相。鹿鼻。鹿鼻面相就是枕头上有肉，且色泽明亮，虽然高挺，但不会是尖尖的。有鹿鼻的人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他们非常重视自己身边的人，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他们都非常的珍惜。
对待身边的人都是很重感情的，而且他们没有什么贪恋之心，更不会因为一些利益而起贪恋的想法。所以这面相的男人娶贤妻，女人嫁良夫。2. 9种漏财比。1. 鼻头下垂。鼻头下垂的男人都是比较悲催的，这样面相的男人一点人缘都没有，很少有朋友，身边仅有的几个朋友也都觉得用这样一位朋友实在是不光彩照人的事情。那是因为鼻头下垂的男人非常的吝啬，他们就是那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跟这样的人出去吃饭，永远都只有自己掏钱买单的份。他们在买单的时候就会找各种的理由搪塞过去，就连服务员都可能会觉得尴尬了。这样的人自然是不会有多大的出息的，就连买一瓶酱油都得对比好几家超市的人会有钱才怪。2. 鼻梁塌陷。鼻梁塌陷的男人在事业上面的运势是比较差的，他们的财运也不好，很多人也卯足了劲儿要大干一番，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总是不得志，就是因为鼻梁塌陷限制住了自己的运势，导致自己不管再怎么努力，只能是看着周围的人升迁了。所以说努力固然是很重要，但运势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3. 鼻孔外露。鼻孔是一个人的财库，鼻孔外露就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库关不上，所以鼻孔外露的人是破财的。他们即使有着非常好的财运，但是挣回来的钱也留不住，今天进来明天出去，这一类人到头来啥也没有，就像是白干活了一样，最后也是比较穷困潦倒的。其实这种人更加的悲催了，不是不曾拥有，而是拥有过才失去。4. 蒜头鼻。蒜头鼻是鼻相中的一种最得罪人的一种，在面相中非常的引人注意，非常的难堪。蒜头鼻的人为人不正，虽然有商人之命，但事事不顺利，没有什么好的前途，而且在做事的路上还很难，性格暴躁，容易得罪人，而且在做事没有下限，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所以人际关系不好，人缘差。在感情上没有好的婚姻，而且总是遭受家暴，没有好的氛围，所以很容易贫穷。5. 歪斜鼻。歪斜鼻相是非常不遭人待见的一种鼻相，这种人非常的有自我意识，而且自作聪明，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把其他人看在眼里，而且在事业上不是最出色的人，就算是在团队合作上也没有什么用，还会拖后腿。在中年之后还会有很大的转折，但几乎都是不好的、坏的转折，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有出路，很容易陷入困境，而且没有贵人相助。6. 鹰钩鼻。在面相说，鼻子作为财帛宫，是一个人的官运、运势的象征。鹰钩鼻的人做事很果断，在事业上很强势，性格比较古怪，外在印象就是艰险，而且会影响整个人的发展状况。就算是有很好的机会也不会抓住，总是会溜走，而且赚不到钱，所以这样的人很难在事业上有气色。鹰钩鼻的人在感情上还是很强势，喜欢占领上风，占有欲比较强，总是会让另一方受不了，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成功。7. 希腊鼻。希腊鼻是西欧最普遍的鼻型，一般特征是鼻梁比较窄，鼻子的根部比较高，再加上鼻子的尖部比较高，所以被称为希腊鼻。一般这样的人对自己很有自信，有自己的理想，但总是很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所以很少有人愿意靠近，人际关系很差，人缘不好，而且在事业上没有很好的造诣，理解能力差，没有动手能力，而且没有责任心，可以做成的事很少。8. 鼻子大，鼻孔大。鼻子的大小以鼻子和整个脸型的比例来衡量，鼻孔的大小则以鼻孔与整个鼻子的大小比例来判断。如果一个人的鼻子大，鼻孔也很大的话，则为散财之相。这种人对于物质方面不太注重，虽说会挣钱，但是也非常的贪图享受，对身边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都很大方，花钱缺少规划，有些大手大脚，所以即使有些钱财，最后也会被败光，难以富贵长久，到最后落得个贫穷的下场。9. 鼻子小，鼻孔大。鼻子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鼻子小的人大多财运不好，挣钱能力不足。如果再配上大鼻孔的话，这种人极其的缺乏理财的观念，花钱大手大脚，不顾后果，有1000想花1万，负债累累，但是只顾享受，也从来不会考虑怎么去还钱，把身边的人吓得都敬而远之。这种人没什么上进心，总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混日子，最后败光家财，让全家人跟着他们遭罪。
从一个人的鼻子是可以看出很多的东西的。当然，命运最终如何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鼻子的运势只是给大家带来参考，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